还是想感叹一句，你们出的是真快啊！并且果然海雅的 P52系列是按人气顺序出的，会长结束以后，马上 Futaba 就上来了。高卷信和龙司作为元老，到现在都还没有端出来呢。其实我对小霜叶这个角色并没有太多的偏好，游戏里面我也从来没有把它当做攻略的对象。我本来觉得大家都应该跟我一样啊，直到有一天我登入了欧美区。废话聊偏了啊，咱们赶紧来开箱海雅的 P5 系列第3代佐仓霜叶 Oracle， 依旧是2层的吸塑，下面一层是通用的地台配件。地台这个咱就不多说了呀，常规的海雅祖传的地台配置，咱们还是来直接看到本体。说实话啊，这样看Futaba的这个造型感觉还挺新鲜的，毕竟他并不是直接能参与战斗的角色。之前金字塔迷宫的那一段虽然剧情超级的长，但设计的倒是相当的精彩。塔顶直接来了 UFO 的外星建筑，最后剧情高潮再配合上霜叶的觉醒，整个节奏非常的舒服。不过这个触手变身实在是有点恶趣味了，人家小霜叶可还没成年呢。不过自从他觉醒以后，霜叶就一直坐在 UFO 里了，虽然在设定里呢一直穿着这个战斗服，但咱们平常也见不到。不过因为海雅的这个系列还原的都是变身之后的造型，所以霜叶也能以稀有的造型出击。还原度方面，我觉得海雅对这身行头的还原一直做的是挺不错的。挑刺儿的话，霜叶的身高只有1.49米，但感觉玩具这里显然是稍微做大了一点点。拉近看一下细节，整体的涂装做工和之前的 Joker、Queen 相比，基本是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的。全身依然是有皮衣皮质的刻画，能做涂装的地方也没有含糊，都给到了涂装，只不过这个涂装的质感就稍微差了一些了，尤其是身上到下巴处花纹的处理确实稍欠火候。不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，最关心的应该是这个面雕。我知道大家都吐槽海雅的面雕啊，但说实话，之前 Joker 和 Queen 的面雕实物真的是还不错，尤其是戴上面具之后。但霜叶的这个呢，我真的是有点绷不住了，这确实完全不是一个人啊！不知道大家玩过龙之谷没？我的第一印象是像这个学者。好在这次玩具是准备了2个面雕的，而且第2个面雕一反常态啊，之前都是表情变化幅度不大的那种，这次直接整了个不二家同款的造型。但是该说不说，这个面雕的感觉要比默认的那个好上千百倍。哎呀，你不是会做这种有神态的表情的吗？为啥老拿着严肃脸出啊？这个神态真的是非常的传神。不过有的兄弟会愣一下啊，霜叶啥时候还有过这样的表情？问这个问题的话，说明你玩的是 P5 而没有玩过 P5R。在皇家版里，总攻击是会有概率触发霜叶终结的，而这个终结的画面 cut in 就是霜叶的这个表情。这里动画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俏皮可爱，面雕还原度也是很不错的。另外，这次玩具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还给霜叶单独做了一个眼镜的替换件，这里是多给了一个不戴眼镜的前发配件可以替换。只不过不戴眼镜的Futaba实在是有点太新鲜了，游戏里眼镜就是本体，几乎是没有看到眼镜拿下来过的。当然另一方面也能看到这次2个面雕的神态差距有多大。不过别慌啊，虽然常态下的面雕已经救不了了，但玩具专门做了一个不戴眼镜的前发，就是为了还原面具形态的。而霜叶的这个面具则是一个 XR 的眼镜，镜片是透明件做的，能隐约看到里面的眼睛，并且镜片下方还有3个点的遗印涂装，看起来真的有点假面骑士的既视感啊。不过造型做的倒是挺还原的，而且遮住了大部分的脸，这样的话整体造型也就能接受了。除了前发的替换以外，这次还创新的加入了后发，给了一个头发散开带点动感的造型。替换的方式则是直接把整个头发拔掉来换。不过这个替换的发型和前发的接口公差貌似没有做好，我这个摁进去有点太紧了，大伙得改进啊。并且由于结合的不是太好呢，发缝就会有点大，看起来有点明显。另外头发部分还是有海雅之前的问题啊，就是细节有一点糙。虽然这个撩起的头发发尾部分做的已经很不错了，做出了很多的头发分层的效果，但这个发根的部分，尤其是模具间的接缝啊，还得再修一修。OK， 那么除了常规的面雕发型外，这次给的配件也不少。首先手型给了2对加2只，一对张开角度比较大的开掌手和一对五指稍微并拢的开掌手，还单独给了一个弯曲幅度更大的右手，都是用来敲键盘的。最后还给了一个点赞手啊，那这个也是用来还原总攻击 cut in 的。既然给了敲键盘的手，当然就要给黑客最重要的装备了，电脑啦。可以看到这次的电脑 A 面的遗印细节做的是非常丰富的，非常还原剧中的样子。不过底面就没有什么细节了。另外翻开的话 ，B 面 C 面的电脑细节和键盘都还原了出来。这里要是再能给屏幕加点东西，那就更惊艳了。另外玩具这里还给了一个耳机，也是属于霜叶的核心出装了。这里也是没有什么固定位点啥的，直接扣到耳朵上就可以了。霜叶的耳机用过好几个不同的型号，但是这个红耳罩黑机身的耳机应该是按这个时候还原的，感觉霜叶的耳机就没有离过身啊。戴上耳机拿上电脑就能摆出这种很灵动的霜叶的 pose 了，再配合上那个不二家的表情，感觉就非常的对味儿。如果严肃脸能重新再修一修，这次的霜叶就真的没啥大毛病了。当然严肃脸的话，我建议直接搭配面具使用，可以摆像这样的战斗辅助的 pose， 比如在飞碟里给 Joker 点赞。私のナビが必要か？
话说这里有个小插曲啊，海雅包装上给双叶的代号是 Oracle， 但实际上呢，游戏里双叶的代号一直都是 Na'vi。这倒不是因为海雅搞错了什么，而是如果你玩的是 P52 的英文版，你就会发现双叶就是 Oracle， 咱也不明白为什么。不过自从双叶上线了以后，咱们 Mona 就不咋讲话了，变成双叶在旁边喊 Sasuke Joker 了。我记得当年玩游戏的时候，第一次感觉到啊，幽木碧老师一直在耳边叭叭，这还挺烦人的。不过对于双叶来说呢，本身没什么战斗的场景，基本动作就是在敲电脑，所以这里把可动留到最后来分享。毕竟可动性对于双叶的 pose 影响真的不是很大啊。一般来说，这种正常的辅助的 pose 都是能摆出来的，但具体的可动表现呢，咱们还是一起来看一看。低头大概30度不到，因为头发太重会有回弹，而抬头则是能收到后发的干涉，几乎是没有幅度的。反倒是左右的歪头幅度非常大，能到45度以上。做球关360度平转没有问题。肩部这里是做了蝴蝶肩拉伸关节的，并且是嵌套的结构，内层给了涂装，向前和向后都能达到30度左右的范围。大臂360度大风车没有问题，侧平台也是能轻松超过90度的。大臂根部正常360度平转，曲手这里大小臂间没有做造型的优化，所以双段的关节只能到150度了，当然也足够用了。最后腕部这里有30度左右的上下翻折的范围。接着看到腰部标准的两段结构，不过活动范围比较的一般，前倾30度左右，其实用力掰的话能到60度，但是会回弹回来。后仰大概是30度以上，连接处也没有什么大缝暴露出来。左右的侧摆幅度也有30度以上，挺不错的。腰部下段造型有限制，所以只能通过上下两段一起转动，通过这样来达到左右90度的转幅，当然这也够用了。大腿根部因为绿色绑带的干涉，所以需要增加一段下拉的关节，尽量避让掉干涉。下拉之后的前踢能达到标准的90度，甚至是可以再往上的。向后的话，因为屁股造型是硬的，有干涉只有30度左右。侧踢倒是能正常90度平台没有问题。大腿根部360度平转无压力。最后膝盖是做了护膝造型的，屈膝双段关节大概150度左右。脚踝部分上抬大概30度左右，向下翻倒是能有45度以上的幅度。整个脚尖可以独立上抬45度，并且因为关节没有做限制，下翻也是可以的。脚踝两侧的裤腿有限位，所以平转会有干涉，但这同时也影响了接地的幅度。向内的话大概45度左右，实际上这个范围还是不错的，向外的话大概也能有30度左右。整体来说呢，这次双叶的可动性只能说是中规中矩，但毕竟没有战斗 pose 的需求，摆一些日常的 pose 的话，那毫无压力。另外这次给的配件给的也是比较丰富的，并且这个笑脸面雕做的真的是进步非常的大。只用这个面雕来配合本体把玩的话，这一次的双叶已经给我一种海雅的6寸小人技术逐渐成熟的感觉，这就让人非常期待之后更新的其他角色了。当然了，本体上头发上一些合模线啊、接缝啥的粗糙的点还是存在的，同时这个默认脸更是让人无力吐槽，还是希望海雅能继续进步吧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，那么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喽，大家下期再会。